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算命。大拇指指纹手相图解，人的手掌五指可以伸屈自如，这是动物所不能做到的，而大拇指又可以不受其他手指的控制而弯曲自如，故大拇指为五指之首，在手相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仅次于智慧线，是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和判断力及理性，同时有代表一个人的自尊心。一般来说，大拇指生的圆长又强壮发达者，其人身体健康，知识才能均优秀；短而弱小者，其人胆气不足，意志不坚，理智薄弱，性情粗野；长而优美者，性情理智，辨别能力强，富于进取心和冒险性，品质优秀。拇指的长度标准大体上是拇指头达到食指第三节的一半即可。拇指与长成直角者图一，其人性格过刚，自尊自大，绝不甘居人下者，有狂妄极端之倾向。拇指小于直角或与掌接近者，则反而是其人缺乏独立性，神经过敏，胆小而拘泥。大拇指形状长大坚挺的人，代表幼年时期运势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学业有成，可以享受父母亲情及余荫。大拇指第一节代表意志，第一节过长的人，意志力很坚强，不怕失败，但处理事情常常缺乏理性的判断。反之，第一节过短的人意志力不坚，遇到挫折时容易屈服。大拇指第二节代表理性，第二节过长的人智慧高，聪明过人，思路清晰，理解力强，冷静沉着。反之，第二节过短的人理解力较差，也比较不理性。大拇指第三节代表物欲，第三节过于丰满高耸的人，为人性极冲动，性机能强。反之，第三节过于低陷的人，代表身体虚弱，体弱多病，性情冷漠。当一个人伸出手掌时，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大，个性越独立自主，积极负责，不喜欢被拘束，有创造力，喜欢自由发挥。反之，大拇指与其余四指之间张开的角度越小，代表越保守，越依赖，缺乏开创力，个性沉默，甚至带有神经质。一、拇指可分为三个部分。第一指骨节部，代表意志。大拇指子一节节纹有3条或2条纹形成眼形的人。大拇指子一节节纹有3条或2条纹形成眼形的人，被称作夫子眼或风眼2条，凤眼3条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天资极为聪颖，幼年时期家境富裕或出身祖荫丰厚之家，可享祖上余荫。青年时期事业有成，扬眉吐气，婚姻幸福，感情美满。此外，一生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不过，假如纹尾没有合拢的话，吉祥程度减半。女性大拇指如果有这样的夫子眼，主其人旺夫益子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年少时家境贫寒，长大后全凭个人努力，难享祖辈余荫。如果此纹又是断开的，则其人幼年时很可能会遭遇凶险，或与其父母的缘分淡薄，离乡他往。第二指骨节部，代表理性及思维。第三骨节部即金星丘，代表爱情。拇指各指骨节部往往发育不均衡，故第一节特别发达，而表现为其人意志坚定，不易为环境所屈服，但理性和爱情方面较差。第二节特别发达的，则其人偏于理性而意志薄弱，毫无主见，缺乏决断力。第三节特别发达的，则其人感情用事，意志、思维均为爱情支配，真正的爱情奴隶。二、
拇指又按其柔软及弯曲程度，分为一、柔软关节的拇指，思想多，行动少，做事缺乏深思熟虑，善变；金钱方面挥霍无度，善交际应酬，与人相处豁达大度，宽宥他人，喜怒必形于色，毫不隐藏，并富于同情心，且能随遇而安。一若拇指又稍微向后仰，则表示其人慷慨豪爽，出手大方，但其有判断力，因此还不至于挥霍无度。二、拇指弯曲向后越明显，则上述特征也越显著。二、强硬关节的拇指，亦僵硬挺直不弯曲，讲究实际，意志力坚定，遇事深思熟虑，小心谨慎，守秘密，做事有步骤，有所希冀，必见于实际行动，但个性强，固执，有忍耐力，喜怒哀乐不形于色。若第一节长而大，则其人之反抗性、坚定性愈强。二、硬直稍微能扭曲者，除具有僵硬挺直而屈拇指之性格外，还具有柔软关节稍微向后仰之拇指的一些性格，即双重性，一方面表现为坚决性、反抗性，另一方面又具有宽容性、灵活性。三、拇指较其形状分为分头形、圆头形、蜂腰形、棍棒形、反仰形5种。一、方头形，上节之骨方长而广大，坚固有力，下节之末端有肉棱，据此拇指者，循规蹈矩，举止不苟。此方头拇指一定要方正无偏，如内曲无力，或外无神，则其人必心性偏狭，做事诡逆自私。二、圆头形，指形长而头圆大，节直而宽，思想纯洁，为人朴实，心地忠厚，对人颇有义气，谋为多益成功。三、蜂腰形，指骨微小而短圆，指头宽扁而略长，犹如黄蜂之腰也。据此拇指者，反应灵敏而速度敏捷，有辩论才能，心意才能均优。四、棍棒形球形，上下两节圆大相同，其肉紧实，其形挺直，圆长坚硬，身仰不灵，关节不甚发达，指头末端微小，指甲厚长，指纹粗大。其人禀赋虽强，然性情孤僻，言语耿直，做事呆板，交际简单，守旧有余，创新不足。五、反仰形，反仰形拇指又分为方头和尖头，一方头反仰形，为人端正，处事有方，思想丰富，学术渊博，性情潇洒，见解独特，做事迅速，对人侠义，谋略出众，举止超群，随机应变，不受拘束，自由随便。二、尖头反仰形，自命不凡清高，好风流，崇尚奢华，虽机智灵活，但意志不坚，喜怒无常，情绪化，容易改变方针。四、拇指在病理上可以推测人体遗传因素的好坏及脑髓功能之强弱。一、若拇指圆长强壮，且各指节长度平均，则表示其人身体健康。二、拇指过分粗壮，则表示其人多性情偏激，易动肝火。三、若拇指过于薄弱，则表示其人体质较差，具有神经质，办事缺乏韧性。若再有弯曲现象，则多为神经衰弱。四、若拇指短小，则其人情绪多欠稳定，胆气不足，意志不坚定。五、若拇指之第二节散乱多纹，第二节拇指区纹线紊乱不清者，则其人易紧张，且易患头痛、失眠等疾病。六、若拇指指节较短，且过于坚硬，不易弯曲者，其人太多易发生高血压、头痛、心脏病及中风等症。大拇指在中国古代传统手相学中，代表一个人是幼年运1至14岁。拇指的形状、长短、大小以及厚薄等，结合耳朵、
可以大体知道成长过程中求学是非顺遂，身体是否健康。拇指五行属土，故主田土住宅等不动之产，金星丘上部震位可断一个人的家宅风水。土又是万物之母，生养万物，故拇指又指父母。5. 大拇指指纹断吉凶。1. 无杂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没有杂纹的人，终其一生事业上难有收获。2. 领袖纹，大拇指第一指节上端有2条平行的斜纹，被称作领袖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有雄心，有抱负，有耐性，懂权谋，知进退，是领袖型人才。3. 权贵纹，大拇指指端有星纹、六纹、景纹、金印纹地，均称作权贵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富贵权势两者皆可得，是极好的纹路。4. 文约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1条或2条横纹，被称作文约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拥有过人的智慧与才华，可以凭自修而有学问，不想祖业而能自创产业，但相当劳碌，得来辛苦。5. 龙眼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椭圆形的纹路，谓之龙眼纹。有此纹路的人，先天智慧超人，可以在学术领域出人头地，也可以在从政之路上平步青云，如五官再配合得当，主大贵。6. 偏财纹，大拇指第一节与第二节之间有网状纹或纹状错综复杂的纹路，称为偏财纹。有此纹路的人聪明灵敏，反应敏捷，容易经由投资或经商而获取财富。网状纹靠近第一指节会发达的早，靠近第二指节则会迟些。此外，大拇指第二指节下端外侧有1条或2条小横纹的，代表可以拥有非常美满的姻缘，配偶内外在美均佳，个性优良，工作能力强。这10种手相50岁后飞黄腾达，有望资产过亿。人生是一场马拉松，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。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，但是后期动力不足。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，却一直坚持，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。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，尤其是在财运上。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，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。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，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？ 1. 智慧线很长，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，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。一般而言，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，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，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，做事善于思考，谋定而后动，而且洞察力惊人，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。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，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，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，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，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，只有等过年过半百，身上的负担减轻，才会大展手脚。因此50岁之后，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，而且年龄越大，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。2. 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，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，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，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，即1条可以通中指，1条直通食指，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。也就是说，在50岁之后，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。这部分人大器晚成，主要是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，做事总是不知所云，有些任性随意，因此大多一事无成，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。但是到了50岁，作为财运的分界线，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被打通了任督二脉，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，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。
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，最终晚年福禄大增，成为人上人。3. 拇指和无名指有斗。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，斗就是像年轮一样，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。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，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。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，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%。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。打一个形象的比喻，就是花期比较长。有些人年少得志，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，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。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，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，等待一定的时机，厚积薄发，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，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，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。4. 食指和中指并拢后，上半截空隙大，下半截无空隙。拥有这类手相的人，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，日子很艰辛。相对于身边人而言，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，都显得乱七八糟。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，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。好在到了中年之后，50岁左右，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，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，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，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。到最后，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，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。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，所以心思缜密，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。因此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，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，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，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。因此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5. 手掌宽厚粗糙。手指宽厚且粗糙，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，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，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，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。早年期间，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，而且六亲缘分浅薄，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。但是到了50岁之后，必然平步青云，一鸣惊人，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。一旦大运降临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，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，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，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，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。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，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，令人羡慕。6.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，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。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，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，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，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，会到处打零工，日子过得很辛苦。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，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，等到中年50岁之后，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。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，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，绝对会一飞冲天。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，所以一旦得到机会，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，绝对不会颓废懒散。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，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，日子顺风顺水，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7. 太阳线起自边长。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，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，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，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。年轻的时候，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，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。但是到了50之时，必然能够一鸣惊人，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，非常厉害。
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，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，还有可能克死丈夫。8.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。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，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，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，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，到了50岁的时候，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。事业一旦成功，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。这类人上进心很强，心思缜密，善于规划，非常喜欢思考，而且他们踏实努力，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，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一旦功成名就之后，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，在感情方面务必要洁身自好，以免惹来麻烦。9. 事业线起自掌心。如果事业线起自掌心，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心的话，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，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。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，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，而且他们心态很好，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。到了晚年之后，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，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，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，不会醉生梦死，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。10.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。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，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，身体素质欠佳，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。但是从中年开始，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，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，感知分叉甲断掌，分析力强，而且双手灵活，多才多艺，智商很高。到了中年之后，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，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。有断掌纹的同时，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，且末端分叉。他们善于处事，适应力极强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知识面广泛，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。手相研究，一线横贯左右，纹理看透情缘。手相又称万象之首，其大也，天地都在一掌之中；其小也，五脏六腑均历历在手。手相至今已经演化传承超过数千年历史了。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从手相学角度讲，这句话的确有它深刻的道理和依据。别看一个人的手掌仅区区方寸之地，但是富贵贫贱、智慧贤愚、夭寿吉凶、婚姻感情等等，尽在这一小小的手掌之中体现。看手相一般是从3大纹路、8大丘、5大线纹等重要特征来看，并且手掌形状和手指长短等其他因素也都会影响个人的发展。那么看手相是看哪只手呢？大家所知道的男左女右，其实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为了能有更多的观察，看手相最好是2手都要看。从手上可解读的东西特别多，我们今天主要讲解的就是5大线纹中的感情线。感情线作为掌中最主要线纹之一，不仅表明人在爱情方面的运势，也透露了关于心脏和血管方面的宝贵线索。感情线又叫做天纹，也称作爱情线。好的感情线一般深明无干扰，弧度很好看。绝大多数的感情线起源都是位于手掌边缘小指下方，从此处穿过手掌上方，大部分的终点都落在食指底部附近，有的在中指附近就结束。一个人不管是感性还是理性，情感特质都会在感情线上体现出来。感情线的位置和形状透露了一个人内心的敏感程度，还有对爱情、婚姻以及其他感情的期望。而每个人所处环境不同，感情线自然会有所不同。一般感情线有以下几种类型。一、感情线终点在食指底部，那表示你在感情上有完美主义倾向，
对你爱的人标准很高，期望也很高，挑选情人较为挑剔，但是一旦你认定了一个人，就会全心全意地去爱对方。2. 感情线终点落在两指中间，感情线终点落在食指和中指中间的，这是很典型的终点位置。如果你刚好是这种情况，那么显示你天性温柔亲切，对另一半爱得很深沉，喜欢为所爱的人做事，常常用行动表达你对他的情感，甚至对身边的亲人朋友也是如此。3. 感情线较短，感情线指延伸到中指的下方，这种情况显示你的性格是比较冷酷无情的，是个对亲密关系很缺乏责任感的人。你只想享受，不想被绑住，而且还不想就1对1的关系许下承诺。对你而言，短暂的恋情就已经足够了。4. 感情线尾端分叉，感情线尾端分叉是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种，这表示你的情感与智慧两者兼具。末端如果是1分为2，则表示你这个人温暖、浪漫又不失冷静稳重。若末端3叉则更好，表示所有感情线的优点都包含在其中。你清晰的逻辑思考中带有感情，是个充满同情心的倾听者。5. 感情线直穿过手掌，感情线直穿过手掌到达拇指侧，这种类型表示你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，总是把工作放在感情前面，会忽略自己的爱人和家人，长期以往感情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。6. 感情线中间有倒纹，感情线在无名指和小指之间出现倒纹，这表示你是个激情多变的人，即便年岁长成，但是你的性格仍跟小孩一样，对感情没有很认真，随意结交异性，感情太过复杂，甚至是会影响事业发展。以上只是举例一些不同的感情线类型，此外还有包括感情线的分支、细纹、长痣、色泽等等不同的形态，也都会对情感运势带来影响。很多人可能对手相都是持怀疑态度，但所谓相由心生，一个人的运气好，他的气色就好，手的色泽看起来比较健康，纹路比较清晰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，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，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由此可见，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，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。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，手相上的线纹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时刻都在发生变化，也在展示着你现阶段当下的运势发展。所以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看手相，如果能够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比较，则更有价值。第二，这种手相万里挑一，男友掌权掌财，女友克夫克子，一了解断掌纹。大家都知道，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：生命线、智慧线、婚姻线组成的。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，叫断掌纹，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，你的手相是2条线，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。一只手断掌纹是单手断掌纹，2只手断掌纹叫双手断掌纹。2断掌纹的人多吗？据估计，单手断掌纹有10%的概率，如果是双手断掌纹，应该在3%左右，概率不高。3断掌纹的优点，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，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，一般比较睿智、聪明，判断力强，能力强，比较重感情，爱憎分明，做事果断，利于事业发展，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，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，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，贵人较多，有恒心和耐心，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，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。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，那是更好。很多有名企业家、官员、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，
4. 断掌纹的缺点。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、固执、较劲，容易出错。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，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，得理不让人，不达目的绝不罢手。但是记住，过刚易折，过刚易断。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，比如引起官司、口舌、牢狱。假如手相干枯、露骨、无肉，再有断掌纹，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。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，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。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，会对人非常反感，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，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，一生官非较多。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，哪怕是自己错的，你也不好改变自己，甚至容易过激。5. 断掌纹的婚姻。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，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，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、幸福，甚至一生一世。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，他便恨得相当强烈，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。刚愎自用、暴躁，也容易感到灰心。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，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。这种人性格多疑，对人大多不信任，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。男的还好点，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。如果是女的，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，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，对待感情较真，追求完美，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，很难自控。一旦失去感情信任，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。6. 断掌纹的事业。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，工作能力很强，责任心极强，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，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。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，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，也老是牵肠挂肚，非亲自去干它一下。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，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。特别是男人，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，对待歪门邪道、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，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。事业成大事的人，断掌纹居多。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，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。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，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。第3，女生有断掌纹好不好？所谓的断掌，是手掌上的感情线与智慧线重叠为一而横过掌面，是行事风格相当有魄力的女人。而这合而为一的断掌线，其位置如果过高，近手指根部，则会流于感情冲动而缺乏理智；而如果位置低，则是理智重于感情，非常固执，很少会主动的认输和主动认错。1. 女生有断掌，在传统的手相学里认为，女性断掌会刑克丈夫，是因为这类的女性往往主见强，能力好，不喜欢被命运左右，所以具有反抗传统、叛逆的特质。因此在父系社会下，被视为对丈夫权威性的挑战与不利，才认为女性断掌，感情婚姻会不顺，而且会产生克夫。2. 不过随着社会开放，男女平等，断掌女性的特质反而能适合社会，成为女强人、职业妇女。虽然个性比较强势，对婚姻较有意见，但可以用包容、沟通的方式降低与另一半的摩擦，克夫的情况就不那么明显。3. 在众多知名的一线女星，例如蔡依林、梁静茹、章子怡等等，都是有断掌的手相。故综上所述，女生有断掌也并不一定像自古以来的那样，断掌的女人主个性上会比较好强，用到对的地方，恰到好处，也一样可以取得很优越的成绩的。掌纹图解
史上最罕见的手相掌纹图解大全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有着很多纹理，而这些纹理都代表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有些纹线代表着财富，有些纹线代表着健康，而有些纹线可能就代表着婚姻。那么大家是否都知道自己的手中都掌握着什么纹线吗？接下来就让我详细的解析一下史上最罕见的手相掌纹图解大全吧。第一，手相掌纹图解。一、旺运型手相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细缝的人，虽然本身不喜欢受到他人的束缚，但因思考细微、慎密，做事勤劳、努力，所以将来必能出人头地，而有所成就，当然财富也会旺。二、隐山纹、异叶纹、乱花纹。一、隐山纹形，此纹多出现在掌心，相性情和善，喜欢接济贫弱，晚年笃信佛教。二、异叶纹形，多是生在命指上的两道纹理，相憧憬安逸，不为俗尘所扰。三、乱花纹形，纹理杂乱如花，相爱慕虚荣，惹是生非，没有责任感。三、勤俭型手相，在大拇指的第二关节，无论是横纹还是直纹，纹路越多，表示积攒的财富越多，这种人多靠勤俭致富。四、花九纹、花柳纹、花钗纹。一、花九纹形，掌心纹理极乱，看不出形状，一片混沌，相爱酒后乱性，所以败尽家财，晚年窘迫。二、花柳纹形，纹理弯曲，像花朵，又像柳叶，像风流倜傥，沉溺女色，乐此不疲。三、花钗纹形，掌纹像花钗样精致，像十分风流，受女人喜欢。五、一圆形手相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三豹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，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，女性会找到有钱的男人。六、特殊手纹线图解，希望线有目标，运势在我国是一直流行着的。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玄学，但这其实不只流行于我国，别的一些国家也同样流行着，比如印度，这些地方都是根据我们的手相来推测命运运势的。而看手相可通过手型、手纹来分辨。那么特殊手纹有哪些呢？一、星字纹。星字纹是很少见的手上纹路了。星字纹在我们的小指下端呈现出星号字样。如果你的是一个拥有星字纹的女人，那么不仅是你这一生的财运比较旺，容易获得意外的财富，而且你孩子的财运和你一样好，即使到老了也能享受孩子的福气。二、组合纹。我相信听过组合纹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的，而生有此种纹型的人充满了极强的不确定性，他们生活中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现实环境或者父母和朋友的影响，而不是自己真正的意愿。生有此纹型的人不能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来下定决心，他们常常以自己性格的2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幸福地生活着，而不是只表现出固定的一面。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类人是比较没有主见的，这也是因为生活环境所导致的。三、希望线。人的手上不少的手纹是比较常见的，但也有比较特殊的纹路线，比如希望线。希望线是十分罕见的一种手纹，几乎很少有人会有希望线。但如果你的手相中有希望线，就意味着你是一个充满着抱负、充满着理想、充满着目标的人，你的人生是非常精彩而有拼劲的。那么什么是希望线的手纹呢？希望线位于我们食指根本，是食指根本往智慧线延伸并且相交的纹路。通常来说，有这样手纹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，也会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默默奋斗，他们必定可也有所成就哦。以上就是我们手上特殊手纹线图解大全。除以上这些外，我们手上还是有许多特殊的手纹线的。七、
手相上的9大财富纹。1、财运纹，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，你若有此线，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。你如果是从商求财，必定是财如流水，连绵不断。此外，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。2、星形纹，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，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，横财可得；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，可享子女之福。3、井字纹，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纹、十字纹等之类的，说明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，并会因此而获利巨大的财富。4、田字纹，在事业线、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、口字纹等之类，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、土地、土产、矿业等行业，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、咨询、律师等行业，并因此而发财。5、豪宅纹，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，在天文线的上方，又称金房子。有此纹者，必发亿万之财，多路进财，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。6、黑字纹，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字纹时，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，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。方舟周易温馨提示：当然自然握拳时，黑字纹正好在拳头内。7、公印纹，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。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，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、富婆。8、玉桂纹，玉桂纹起于前弓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，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，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，善于济，人缘好，容易受到他人有利之帮扶，故若从事业务、市场、公关等，必定发财无疑。9、祖弼纹，祖弼纹顾名思义，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，亦因得长辈之印币，继承祖业而发财，即富二代之类也。此手纹起于坎宫，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。8、苦命女人手相特征，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是劳碌命。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命运能够顺利进行，但是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命运。有些人过着美好的生活，一帆风顺的生活，有些人过着糟糕的生活，而且无论他们做什么，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曲折。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命运是可以一帆风顺的，但这要如何知道呢？1、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的女人最苦命。事业线作为我们手上的纹路之一，它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当事业线起于生命线时，就说明这种手相的女人是职场女强人，勤奋又有能力。如果事业线起于生命线的下半部分，则说明这样的女人需要经历很多困难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，而且在家庭中的地位比较高，很容易强势地对待家人，因此这很容易产生误会和争吵。但若你拥有此手相，你也不要怕，命运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。2、事业线起于生命线，如果你是一名女性，并且你手上的事业线起于生命线的话，这种手相的女生通常能干又努力，但老公给的帮助不大，难享夫福，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的地位都是靠她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通常是你给老公福气，因此在家中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，越来越有强势的势头。倘若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下半部时，更是历尽千辛万苦以求功名，是人定胜天的奉行者。事业线起于生命线中段，也是努力者，不过相较之下，是在生活条件可以的状况下做努力，这样的努力并预期可以逐渐得到收获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并且对运气从不依靠，也不抱侥幸心理。3、掌纹杂乱的女人，拥有掌纹杂乱的手相其实并不好。我们通过看手相能知道，掌纹杂乱的女人是命运不好的，
生活中只会想到他人的感受，就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一个人，容易想太多的，这样是容易让自己感到心累的。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健康的，日子很辛苦的。他们的身体也不是很健康，日子很艰难。因此，若你长文杂乱，就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多锻炼身体。4. 断掌。断掌对于女生来说并不是很好，因为断掌的女生一向被认为克夫，虽然这是古时候认为的克夫首相，到了现代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说法。倘若断掌并且有性格的女人只是个铁娘子，并非克夫。断掌个性固执，决定力强，非要达到木才行。在事业上因为固执的性格极其容易成功，不过在婚姻上因为太强势太固执，总是无形之中给老公压力，影响夫妇感情。强势性格会难以得到老公的疼爱，不过倘若可以或者换一种对待的方式，多互相尊重和相爱，你可以拥有一个恋爱和事业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